醒了吗？1刻钟，门口等。哟，回来了，姐。啊，飞了10几个小时，累死了。给我煮碗面，我吃了睡觉。啊？我那什么？着急出门啊？啊。跑步？嗯。跑个步，你弄那么香干什么呀？没有吧，洗粉。卡姐，你跑步？其实我们俩……我倒垃圾。哦，倒垃圾也挺隆重的哈。生活做什么都要有仪式感嘛。我先走了。行了吧？我不吃了，赶紧跑去吧。哎。哎，为什么不让我告诉我姐我们两个的关系啊？沈队长，你能不能稍微顾及一下我的速度？就你这样的体力，我应该把你的结账给收回来。就你这样出尔反尔的处事方式，我决定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我们什么关系啊？有这么难说吗？你不说，你也不让我说。你让我准备准备再说。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谁是丑媳妇儿？你让我准备一下。嗯。干嘛？哎，这样就好。不冷。你那样太迷人了。听我的，来跑步。我跑不动了。我们坐公交车吧，好不好？你带卡了吗？没有。等我。你干嘛去啊？太慢了吧！现在让我加速了啊！太慢了吧！加速啊！加速！加速！加速！小腿蹬起来！来跑！读不懂那喜欢，我要忽然明朗的周旋，剧情扭转，让现实可以交换，爱情能被点燃，像调色盘中凌乱，各种颜色想描绘幸福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打死！来了，豆浆、油条。
给你买一杯。不用，我再尝一口。我再给你买一杯吧。我觉得你这杯比较好喝。我不管你了，我得赶紧吃，今天省外大交班。着什么急啊？我开车送你。那个，我跟你说个事儿。我今天晚上估计回来要下周。没了。你不是应该留恋吗？你不是应该不舍？你应该珍惜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时间是来不及了呀，所以赶紧吃啊！现在才6点啊！我今年得到岗，7点半查房，要不然少主任最讨厌迟到了。又是少主任。我今天是第1天回省外，我得表现好点。行啊。你看了没有？不刚开始吃吗？给你打包好不好？服务员打包，边走边吃，你不介意吧？医生回来了，拿杯咖啡。谢了。不客气。朋友们，来取咖啡了。来，4个，麻烦啊。谢谢医生。张老师，没事，咖啡给你们来的。张老师，谢谢。张老师，这么破费啊？丽卡，今天正式回省外，开心吗？当然开心了，以后还是请2位多多指教。客气，不敢当，我们都得请你指教。就你跟邵主任在地震的时候配合完成的那台夜色湖之不可能完成的手术，轰动全院，临危不乱，2个小时完成淤血抽出，是吧？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再说了，大家都帮忙了。厉害着呢。好机会。那换班啊，感人。时间不早了，走吧。哎，时间差不多了，走吧。哎呦，哦，开会了，走。昨天很晚下手术啊，辛苦了。人都到齐了是吧？到齐了。我们现在开会，把每个人手头的病人的情况都说一下，还有今天的手术安排。今天陈丹丹要做动脉瘤手术，我给家属建议是做介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介入。因为动脉瘤的位置长得不是很好，开颅入路难度比较高，下腔动脉瘤并不是很大，所以我认为做介入更安全。许先生，放不放支架？我觉得不用，单导管加一个弹簧圈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动脉瘤的瘤颈相对较窄，然后弹簧圈完全可以承拦。昨天贾丽老师已经跟我分析过了。这个病人延晨跟我一起跟的。OK， 过下一个。我这边有一个颈动脉狭窄的，今天手术。这个患者颈动脉分叉的位置较高，并且患者高龄，基础病多，剥脱手术暴露难度大，并且在手术期并发症较多，所以决定行支架植入，术后常规双管治疗，就这样。可以下支架，但是要注意术后灌注压突破时间，必要的时候镇静降压。邵主任说的对，这是手术的关键，我一定注意。我也注意。您客气。还有其他的吗？还有2个病人脑出血要做穿刺。好，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大家准备一下，开始巡航。昨天动脉瘤手术那个，米卡让我一下。哦，好。今天突然出现意识模糊，
温度多少啊？37度5。廖玲玲，廖玲玲，开个核磁共振，看有没有脑积水。是。这边。刘美荣57岁，因视力突然下降入院，无明显呕吐、头痛、头晕等症状，在当地做的核磁扫描，显示鞍曲占位性病变。你的处理。先做 CT， 目的是为了区别颅咽管瘤和垂体瘤，然后再配合做垂体激素检查。米卡。严山为什么建议做 CT？ 去前面啊。因为 CT 可以看出来肿瘤是否有钙化，如果钙化的话就是颅咽管瘤，也可以在术前做一些准备，看清楚蝶窦的发育情况和蝶胺的分割情况。但是我建议再增加一个增强的核磁扫描，这样可以看清楚，肿瘤是否有侵占性。好，那就做一个 CT， 加一个增强的核磁扫描啊。医生，这是要开刀吗？我们还要再看看报告，但没事，放心吧。啊，做手术也是小手术，做得不错。谢谢主任。严山对病人的情况那真是了如指掌，他连资料都不用翻的。去放之前要对自己病人的情况非常的了解，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就回去重新实习论传好了。邵主任说的对，我们一定再加强学习。现在病人比较多，分一些给米可看。好。那我们去办公室吧。好啊。这是几个新办入院的，你把他们的病史、遗传病史、过敏史问一下，然后把他们在外院做的片子收一下。好的。就这些。你刚来做点基础工作嘛。真是的，他为什么要用那样的语气跟你说话呀？再说了，这询问病史不应该是实习生做的吗？邵主任明明说是让他把病人分给你，又没有让你替他打下手。他估计忙呗，我就做了不就行了吗？呀，早上怎么样？还行。看看这回神外了就是不一样，都能准点吃饭，哪像我啊，我属着的，一大早被那个灭绝师太骂的气死我，跟他就是八字不合。哎，那你就没有想过检讨一下你自己吗？她是你干妈还是你干姐啊？对了，严山呢？他怎么没跟你一块儿？严山忙着呢。你不用忙，回去坐冷板凳。这严山当然忙了，省外那么多病人，他都得看着，还要抓紧时间写论文，争取评优。他上吊都不用喘气儿的嘛。张医生，这个省外的评优有什么作用啊？当然有了，每年省外住院医都有出国进修的机会，评上了优秀，可以优先考虑。那么爽？那你看看，哎，米卡，我记得你不是一直在做实验，还写个……我写的是颅脑术后严重颅内感染患者脑积液病原菌分布与治疗效果的研究。写怎么样了？写差不多，但是数据分析还差一些，因为前面一直在急诊，就没来得及弄。我觉得这事你得琢磨琢磨，你有机会啊，咱邵主任真的很看重他。我肯定会写好的，但是这评优，我这刚回来，肯定就应该轮不上我了。先写完再说，我很看好你。谢谢谢谢。我也看好你。你应该看好我。我出来啦。你在哪儿啊？向左转，起步走。哎，吓死人了！这么大人你看不见啊？这要在手术台上，你不会给人割错了吧？我穿上白大褂和脱了白大褂是两个人，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帮你割。哎，还真有，您把这个生命线给我割长点。
搁到这儿。别笑了，还有2个小时了就，上车。怎么还有2个小时啊？我早上说了呀，我10点归队啊。你除了周末必须住宿舍吗？有一种方式不用住宿舍。什么？就是你把这生命线给我划断了。哎，愣着干嘛呀？上车，上车！不是我不会开车，我坐这个。错了。看在你这么好心接我的份上，我请你吃个饭，大餐随便挑。我挑啊？嗯。大排档。大排档？嗯。我让你挑大餐馆。就你和邵主任吃的那家就行。那也不是大排档，那是小餐馆。我不管，我就要吃大排档。你怎么对大排档这么有执念呢？反正就得吃这家。哦，行，大排档。你给我省钱，我还不开心。哼。来，让我看看吃点啥。我请客，你点。不用，你上次和邵主任吃的什么？我就吃一样的。我跟邵主任吃的什么，你就要吃一样的。啊？你确定啊？确定。你们就吃这个。嗯。生脑花。嗯。大脑刺身。嗯。2起吧。你吃一个我看看。不，这种特别的东西我得留给你，我就吃这种普普通通的东西就行了。女生吧，吃这么多不太好。你嫌弃我？不是，就是怕你消化不好。我消化挺好的，你就嫌弃我？没有。你嫌我胖了是不是？我喜欢丰满的，但是我帮你吃点，这么多。你这样，你要么把这个给我吃了，你要么把这所有的都吃了，1粒米都不能剩。好嘞。你也吃点。我不吃，我减肥，我怕你嫌弃我。吃不了了。吃不了了。进。刚拉练完又练。吃饱了，撑的。你平时不是挺节制的？现在这小姑娘，什么都想吃，什么都还只尝一口。我跟你说你不懂。说要干嘛呀？这是黑豹突击队明天交流行程。啊，放这吧。好。白桃味的。嗯。我记得米卡也喜欢这个味道。不是，这不就无糖的气泡水吗？哦。不是。你也尝，我不用了，队长。不是白桃味的，跟米生没关系。哦，好吧。那忙去。那走了，队长。哎。
欢健身操又跑步，你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我晚上吃多了。从来也没见你少吃过呀，怎么今天转性了？哎，你说实话，你觉得我胖吗？不胖啊，圆圆的脸多有福气啊！脸圆吗？我觉得下巴挺尖的呀。对，姐，哎，是不是你那个行教官说你胖啊？怎么可能？他觉得我太瘦了，他恨不得让我再多吃一点呢。那你紧张什么？没紧张啊，我就是对自己的管理和要求比较高。好，真棒。我要加点素啊。请进。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黑豹突击队的队长庄志文，这位是我们猛虎突击队的队长邢克磊。你好，你好，庄总。你们这几天的训练呢，克磊同志会安排好的。黑豹队和猛虎队都是我们省里最拔尖的突击队，这次的交流学习很有意义啊。那就有劳邢队了，庄队贺奖。喂，好，我马上就过来。那你们先聊。早就听说，猛虎队的训练是特训中的特训，这次来交流学习，我准备好大开眼界了。都是兄弟们谈，给面子。我这个人直来直往，不太会给人面子，到时候邢队不要介意。我这人就喜欢听真话，有什么问题，你一定要指出。这个。垂体微腺瘤最怕的就是手术中出血。忙着呢。什么事儿？袁山，那个硬膜外出血的那小孩已经照过 CT 和核磁了，他的血肿已经消小了。哦，那我去跟张扬说安排他出院。好。丽卡。啊。我们两个正在讨论病情，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下来一起。好啊。刚才我们两个正在聊这垂体微腺瘤在术中出血的话是很麻烦的，一切肯定就喷了，就像是动脉破了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怎么做呢？一边是按压止血，一边是刮除微腺瘤。你看啊，它这个瘤体的位置，包括体积都特别大。这个时候我会考虑用腔状钛铰前来加匕止血。那如果在术中脑积液漏液破口特别大怎么办？考虑用三明治修补法做3层修补，然后用白体筋膜先把这个漏口给填充了。一旦术中出现漏液的话，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术后，他患者的鼻腔会不会流清水，会不会发热。明天的手术一起跟吗？好。哎，这个增强夹是新产品吗？我朋友看的。哦，那我先走了。去吧。第一个项目，100米长枪双枪合击，跪姿射击前方天平2端的鸡蛋，以命中率还有速度计分。来，开始。预备，1、2、3。4枚鸡蛋均破碎，猛虎队2秒，黑豹队2.5秒。入列。快0.5秒，怎么做到的呀？这个项目考验的就是2名枪手之间的默契。我一早就和罗婷商量好了，我瞄准的是鸡蛋的底端，当罗婷开枪的时候，我准确击发，这样我们就比他们快0.5秒。燕山，妮卡呢？虽然离开了神外一段时间，但是以她的能力，可以独立跟一些病人。邵主任，我知道你很负责任，但有的时候分一些自己的工作给同事，你能轻松一点。记住我的话。好。邵主任。燕山，正好有事要跟您说。今晚有空吗？有。哦，我弄了2张草地音乐节的门票，都是你喜欢的乐队，咱们一块去看呗。好啊。那说好了，今天晚上8点半，我在维也纳广场门口等你。
嗯。行，那我先忙了。嗯。这个就是我们数队研究的风车板，前后共2排，一共10个点。当它转动起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2点重合的情况，但打到前面的红点不算得分，反而要扣分，只有打到后面的黄点才算是真正的得分。这可以练我们的集中注意力，也可以练我们的抗压力。为了折磨队友，邢队是煞费苦心啊。在这儿流汗，总比在实战中流血强。绝对同意。猛虎队的训练花式不少，你们觉得怎么样？还好吧，看起来也没那么难上手啊。难不难试试就知道。不如来一场。好啊。每人5发子弹，黄色得分，红色失分，把数相同，时间短者胜。站靶！我枪全中，5秒。站靶！我枪4中，5秒。有点意思，但是不知道在实战中有没有用。实战也可以啊。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先吃饭，下午继续。好，罗丁，到。走吧，庄队。黑豹队的水平啊，确实不错。那又怎么样？他们还不是输给我们了？你说你一天什么也没干，嘴挺着叭叭。邢队，这庄志文，他摆明了是不服你啊！我看他是来挑战的。他服不服不重要，好队说了，得招呼好。都忍着点啊，尤其你。邢队，你很赶时间吗？等我，马上来。吃完了。哎，你们刚才看见没有？他发个微信，他都得笑。他在笑什么？我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咦，谁的钥匙？邢队办公室的，这我给拿过去。快吃饭了。行，我看邢队吃，我都饱了。搞定。我也好了。无差分离。我只用了10分钟哎。我也10分钟。那好吧，这一局
外科医生 PK 特警，评分。胜负欲这么强，女强人。你嘀咕什么呢？啊，没有。你们练习这个剥生鸡蛋是干什么呀？人体的脑膜结构和鸡蛋特别像，非常脆弱，稍不留神就会破坏到脑组织。所以呢，外科医生的手必须可以完好无损的把鸡蛋带着膜给它剥下来，这毫厘之间保护的就是生命。厉害厉害。承让承让。那你们为什么要练穿大米啊？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这个专注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目标一般都是很远很小，所以一直盯住一个点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这是练习的一种方式吧。真厉害。哎，对了，柯瑶姐说你房间里面的那些乐高小人都是你的心上人啊？因为有故事。什么故事？就是青春年少的那些事儿呗。有兴趣啊？没有啊。哦，说说呗。不是说没兴趣吗？哎，有没有想我？怎么问这么直接呀？我说了我都不好意思。干嘛不进去啊？搞的是？我看看。啊什么呀？想就是想，不想就是不想。点点。就这么一点儿？就一点点。那你呢？你想我吗？想。也很柔情吧？太肉麻，很想。不是我这输对，别推了。罗婷，你别急，我没急。行对。呀，视频呢？哎呦，哎，米医生好。你们好。干什么呀？我来送钥匙。我们也是来送钥匙的。你要是拉屎堂。那个你们先忙吧，我不打扰你们工作了啊。哎，不耽误，米医生。那个我们下班了。挂了。那个行的，要不我们先走了，你休息吧，我们走。哎，我听着是没走，不是行的，别闹，行的，别闹，行的。那种增强型的动脉瘤夹设计的不错，比普通的夹子可以提高40%的夹逼力。谢谢，改天请你吃饭。因为我还有点事情想请教你。我最近手术比较忙，要么明天来医院找我。好的，明天中午我去找你。柯瑶，不好意思迟到了，刚下手术。没关系，我也刚到，给你点了杯美式。看到了，谢谢。说正事儿，就像我在微信里跟你说的一样，这款动脉瘤增强夹，从医生的角度来说，非常的好，设计的好，夹逼力强。但是商业的角度呢，我不太了解，没法给你意见，你自己拿主意。我准备代理，已经在找人跟进了。你都找人跟进了，我的意见很重要。对了，今天不是还有其他事找我吗？啊，你看一下这个，你知道这个 Spider 学院吧？知道，一个中立的学术平台嘛。他们一方面促进医疗学术和技术的应用与推广，
另一方面呢，也自己生产一些仪器和设备来卖。他们想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正在找合适的企业合作。你想争取？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我的意见，其实这个 Spider 学院呢，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尤其是一些医疗水平比较先进的地区和国家。那我想啊，如果有机会你能争取到，那当然是好事了，有利于拓展你的业务嘛。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他们打算在国内找一些专家和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帮他们进行世界医疗的技术培训。如果仁心能跟他们合作的话，我相信会在学术和临床技术上更进一步。我们是想合作呀，但你要知道，跟他们合作的话，得花很多的资金来买他们的仪器和设备嘛。毕竟这些设备也确实值得引进，合作嘛，双方肯定想争取双赢的目的。还算有说服力。但你知道这事儿呢是归院长管，我不管买仪器。放心吧。那你放心，我能帮上的忙一定帮。邵主任，快小姐，你好。上午忙完了。刚给七床抽完脑积液。你说帮朋友看看是帮柯小姐啊？是我拜托了他，他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帮我看看。举手之劳嘛。那个，我说买蛋糕的，你们要吃吗？好啊。什么味道？哦，我都行。啊，行。哎，不要点 cheese 的。哦，好的。来呀，吃呀，都吃啊。对呀。干嘛呢？好，王主任，我太太旅行回来，让我带了些芝士饼干给大家尝尝。来，你拿点。够，行了，太多了，谢谢。我拿点去邵主任办公室吧，你别都拿了呀。不用，他从来不吃芝士的。啊，邵主任不吃芝士？对啊，他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啊，从来不吃的。哎，不要点 cheese 的。哎，你们快去看一看，那个陈菲菲在病房里吵翻了天。走。我不管，我要出院。医生说了，你现在这种情况是不能出院。哎呀，菲菲，你不要闹了嘛！哎呀，菲菲，诅咒！哎呦，哎，你别说那么多，哪个医生说的？让他来找我，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哎，不是，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你想不想干？不是，我也是。我现在要去排练厅，听懂了吗？现在身体这个样子，你不能去排练呐！马上就叫车。我现在叫不了车，我安排不了。别吵了，这是医院，别给我大呼小叫的。你谁呀你？你信不信我？告诉我是吧？你先看看你干的事儿，你是不是希望今天晚上的新闻都是某女网红大闹医院核实医生啊？我无所谓，你尽管闹。你的 MRI、CT、X 线都显示你的脊椎里有一个大小接近3厘米的肿瘤，我们怀疑是新型细胞瘤。是它压迫了你的神经，导致你背痛、肌无力。医生建议你尽快手术，确定肿瘤的性质。神经病！菲菲，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外面都是狗仔，他们最擅长捕风捉影。你是想出去官宣呢，还是想在这儿冷静冷静再说？你自己决定。小夏，你等会儿让阿姨把这打扫一下，免得伤到别人。陈小姐，说句实话，你现在状况并不乐观。如果你任由你的肿瘤压迫你的神经，最差的结果可能是瘫痪。你好好想一想，等你不闹了，我们再来聊你的治疗方案。让他把衣服换了，我一会儿来送药。好嘞，好嘞。哎呦，刚刚可吓死我了！那个陈菲菲可是公众人物，雅妍姐特别交代了，要小心处理。你怎么还敢那样对她呀？魏主任跟我说过了，做医生和做侦探是一个样子的，你得了解你的这个病人，他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在意什么，
担心什么？你看这个陈菲菲，她是一个明星，我觉得她最怕的应该就是丑闻了吧？你别看她才23岁，她趾高气扬的，其实我觉得她心里是什么都怕。所以呢，你就得揪住这个点，镇得住她，让她不要闹。你好像挺会跟他打交道的吧？在急诊室，每天都能遇到1、2个不好搞的病人，是不是？他是邵主任的病人，要不以后你来跟进他的情况？行啊，没问题。谢谢你哦。你别这么客气，你平时帮我的忙也不少。那我先过去了。好。平时的病人哪有这个麻烦呀？又是公众人物，还不配合治疗，以后的事可多了呢。在我的病床上只有一种人，就是病人，治谁都一样。哎，邵主任，你们两个，这个报告一会儿就送回去。好啊，邵主任。请进。好的。来，坐。听说庄队向上面申请，在交流期间呢，黑豹队和猛虎队搞一次模拟演习，说是演习啊，实际上就是想找机会和咱们比一比实战。这种事儿您直接做决定不就行？我做决定那就是命令了。不过呢，我现在还得考虑。我听说这个庄志文好像对你不太服气啊。他对我服不服气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能通过这种交流训练收获些什么。你小子现在说话很有水平啊，这种外交辞令你都会说了。我这说的可是真心话。您看啊，每次交流训练，我不都没有藏着掖着，把我有的东西全拿出来。当然了，这还是因为你们比较大度，有全局观。你话说的这么漂亮，我还不知道你吗？那就是在你心里边，就没觉得他们会赢。怎么样，比一场？比，不许输啊，不许输。放心吧。好，接下来你们将会进行一组模拟的人质救援训练。你们手里都有大楼的平面图，通过抽签方式决定你们营救方式和行动路线。在路线当中会遇到劫匪与人质，打死劫匪加分，打伤人质整队淘汰。在模拟训练当中会出现突发情况，考验你们的实战应急能力。整个行动必须在5分钟之内完成，听明白没有？明白。邢克雷、庄志文，过来抽签。出发。是。
米卡，哎，副主任，昨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其实，你让他出院，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反而阻止他出院，会给自己惹麻烦的。我知道，医生应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我看了他的报告，真的很不乐观。我觉得我有必要让他知道真实的情况。你在看他的资料？啊，我才知道他以前是学越剧的，后来当网红，有了一点点小名气，才开始慢慢拍戏。是啊，其实啊，公众在意的是他们想在意的事情。菲菲的老师是我的朋友，其实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一路跑龙套走过来，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才有了今天。我知道他不容易，我也知道让他现在放弃这些来治病很残忍，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比名利和光环更重要吧？你以为他不做手术，是因为不想在上升期在荧屏上消失吗？不然呢？他的演技一直受到质疑，本来这次这个角色很适合他，他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准备，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而且他为了推广越剧，一直支持他的老师越剧的公益演出。有些人看起来挺尖锐的，其实内心都有个柔软的地方。也许他的尖锐，可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什么了？对，快走走走走。安全。
上墙，打中炸弹，引致爆炸，出局。队长，庄九留下，其他人跟我走。还剩最后30秒。都闪开！你们已经没有时间了。7、6、4、3、2。今天的模拟救援训练，猛虎队获胜。队长邢克磊，在两队无法判断谁是劫匪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判断，快速应变，做得不错。你是个好对手，我们比武场见。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包。干啥呢？笑得那么开心？谈恋爱要一关。哎，陈飞怎么样？出奇的安静，真的。看来昨天你镇住他了。你干嘛？你干什么？你站住！站住！你上来！凭什么？我有新闻自由。你有新闻自由，他有他的隐私。你现在是在侵犯他的隐私。哎，你想干嘛？你不杀我帮你杀。你别碰我！你再不放手，我就报警了。你放不放手？喂，谁？知道这是你的工作，也挺不容易的。平时捕风捉影也就算了，人家都在医院了，生着病，还来揭人家的伤疤，是不是太过分了？麻烦你离开。你没事吧？走，带你回病房。这已经是私人病房，人算少了，还有几层能拍的。下次去花园找个护工陪你吧。没关系，现在他们还有兴趣偷拍，再过段时间
就不会有人来了。你叫？我叫米卡。你今天的情绪好多了？还怎么闹呢？已经被换掉了。经纪人跟我说，他们找了新的人替代我。米医生，你看夕阳美吗？美啊。但是天快黑了，美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从前我不红的时候啊，3年2头被人换掉，总想着有一天红了就不会这样了。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线又怎样？曲终人散，还是要离场。可是只要活着，才会有希望。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体，我的瘤子分散在脊髓神经中，是没有办法切干净的。一个不走运，说不定下半辈子就会瘫在床上。的确，你的新型细胞瘤是浸润性生长，为了保护神经，不能完全切除。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跟你说这是零风险的，但是你的医生已经是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他会把风险降到最低。就算我下了手术台又如何呢？肿瘤是会复发的，我是不是要一次一次切开自己的脊椎，缝上，再切开，再缝上？那说不定是良性的呢，良性的话就可以药物控制。只是它现在太大了，压迫着你的神经，你疼的都站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尽快做手术，确定它的性质。菲菲，人生有很多机会，真的只有一次，错过了，真的就没了。瘫痪，大小便失禁，最后靠机器活着。有时候我在想，与其这样折腾，我倒不如起码还有做人的尊严。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不要放弃啊！我给你看一张照片。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叫叶小满，恶性胶质瘤3级，他已经开颅手术做了好几次了。有一次他跟我说特别疼，但是还是舍不得走，因为他说能呼吸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去国外的一家研究所治疗，也许他没有办法活几十年，但是至少10年、几年也好。你说，人的命到底是谁决定的呢？天吗？可我们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们？当医生最大的无力感是什么？就你发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到最后，抵抗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我们一生最大的无力感，就是我们所学的一切，都抵挡不住一个叫命运的东西。但你总要跟他反击呀，总不能他打你一巴掌，你就趴地上了。说不定反击着，他就消停了，不折腾我们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一生的价值，陪着病人一起对抗命运，跟他讨价还价，不能让他一锤子就把我们砸死。你看，我们这儿已经夕阳西下了，但是地球的另一边，好多地方
太阳才刚刚升起呢。沈涛，沈涛，你干嘛看见我躲呀？没有，我没看到你。哦，你是要跟我说什么？岩山，你等一下。喂，妈。啊，我下班了，我这就来接你。哎，等着我啊。嗯。你刚刚说什么？没什么。啊，没什么。哦，那我走了啊，拜拜。拜拜。哎，看什么呢？人都走远了。哎呀，我要是你呢，我就直说，成就成，不成咱就换人。说什么呀？我又不是专家，我连入场券都没拿到。